好，終於使用這款 vivo X300 Pro 幾天，那今天就來快速的聊一下我這一陣子的使用性的。那首先必須一定要提及，就是它这個長焦能力真的是非常誇張啊！我這邊直接上一組樣張是對打 iPhone 17 Pro、S25 Ultra 以及上一代的 vivo X200 Ultra。那可以看到說呢，我本來以為它至少會輸 X200 Ultra 或者是打成平手這樣，但沒有想到它的清晰度竟然是比較好的，我覺得真的是很過分。身為這個 X200 Ultra 用戶來講，真的非常的難過，竟然有種被背刺的感覺，非常的傻眼。這樣怎麼可以這樣以上犯下呢？然後再來就是它這次新升級的一個感光元件叫做 HPB， 那這是一顆跟三星可所定制的感光元件，也是2億像素的。那 vivo 其實對於2億像素的調教已經是好幾年，所以這應該是第4代、第5代的調教，算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調教。那這次最重要就是它這個防抖能力上升非常多啊。當你在拍4K 120fps 長焦時呢，你可以感覺到它的防抖能力是變好很多的。在跟上一代的 vivo X200 Ultra 对比的話呢，因為 vivo X200 Ultra 可以拍4K 120的長焦嘛，但它在移動時會有一種莫名的抖動，但這次在這個 X300 Pro 上就完全沒有，所以這也讓你在使用這個長焦的時候呢，這120fps 的影片是變得非常可用，拿來拍一些 B-roll 應該都是可以的。因為之前的話我都是定鏡做使用，但現在的話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運鏡，所以使用度會非常的多啊。然後再來就是人像部分，因為 vivo 就是人像部分還是維持着一貫的高水準啊，就基本上怎麼拍怎麼好看。那我這邊直接實測了一個比較低光源的情況之下的一個長焦人像的部分，那對比的是 iPhone 17 Pro。那我自己是覺得 vivo 的 X300 Pro 的人像在這張照片樣張來講的話是表現比較好的，不論是人的臉的感覺啊，或者是旁邊頭髮摳邊的感覺，或者是整個人的膚況的感覺都會好一些。那此外 HPB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升級，就是它這個追焦能力的提升啊。那我這邊也直接在迪士尼實拍了一些就是派對中人物跑跳的畫面，不論是旋轉啊，或者是跳躍，或者是抬腿的，那它都可以直接把它做一個時間的凝固，就可以做一個定格抓拍，其實效果來講是非常不錯。但到這邊我還是不得不說 ，vivo 人像真的是很扯，我拿它來拍人真的是每次都很期待打開的樣子是怎樣。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這一次會買這個 X200 Ultra 來拍小孩的原因之一。但這次的 X300 Pro 我覺得好像再更強一點，真的是非常誇張啊。那此外，它這次還有新增一個閃光人像，就是它是有2個濾鏡，那分別是拍立得濾鏡，還有一個叫做 CCD 濾鏡的部分。你開啟這2個濾鏡之後呢，它就會搭配它這個變焦的閃光燈去做拍攝。那我覺得整體來講，拍攝的當下其實它是可以看得出拍立得那種顆粒感，就是那種拍立得的感覺在。不過不知道為什麼，當你成片它演算法修過的時候呢，它的那個拍立得感覺就完全消失了，變成一張非常平滑的照片，就只是打閃光燈這樣，我就覺得蠻奇妙。不知道這是系統的 bug 還是怎樣，看之後會不會更新。要不然如果以那個截圖的感覺上來講的話，其實效果是還蠻好的。那進入下一個環節之前呢，要現在介紹一款超強的 AI 啊，那就是 Manus AI， 絕對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種單純跟你聊天啊，或是文字產出那種 AI。今天這個 AI 是真的可以派得上用場的 AI 超強生產力神器啊！那這個 AI 可以快速把你丟給它的 PDF 檔生成一個完全可以用的簡報啊，你甚至還可以教它在簡報中塞入圖表，或者是選擇你想要的簡報樣式。那也可以一鍵就生成一個互動式的視覺網站啊，或者你要生成一些工具類型的網站，你都可以做得到。它還可以讓你直接使用 Google 最新的 Veo 3的引擎去生成這個影片的部分，看是要拿來當你的 YouTube 片頭啊，或者是拿來做 B-roll 都非常的好用。簡報啊、網站啊、試算表、圖形、影片、音訊，通通難不倒它。它甚至還會自己操作瀏覽器，跟自己寫 Python 來幫你做爬蟲啊，超級誇張的。那重點是它有一個大招，它可以一次召喚100位 AI 幫你做事啊。重點是每個 AI 之間呢還會互相溝通啊，這就完全就是一個團隊的感覺。而你就是那個 AI 界中的我獨自升級啊 ，AI 大將軍的那種感覺在。有了它之後，就真的很像是你聘請了一個100人團隊一樣啊，工作效率真的是跟之前完全不能比啊。那現在只要透過我的鏈接去註冊，或者是兌換我的優惠碼，就可以馬上獲得1000點積分啊，就可以免費體驗看這款超神的 AI， 用到賺到啊！趕快去試試看吧，免費的。然後再來就是它這次的自拍鏡頭也升級到5000萬畫素。那我這邊有直接跟 iPhone 做一個對比，你可以看一下這2張的樣張的感覺，哪一個感覺是比較好？那你們是比較喜歡哪一個樣子呢？那至於它的超廣角，雖然說對比於其他家來講，整個超廣角的表現已經是非常不錯。不過如果你跟它自家的 X200 Ultra 來比的話呢，我必須說拍照的部分其實差異上是並沒有到這麼的顯著，就是拍照的感覺其實是差不多。但是如果你知道談到錄影的話呢，你就可以會有一段明顯的落差，因為它感
光元件還是有差。那錄影時呢 ，X200 Ultra 它在主鏡頭切到超廣角的時候，並不會有明顯的畫面變暗的感覺，就不會有感覺說3顆鏡頭是比較不一致的。如果是 X300 Ultra 來講的話呢，如果從主鏡頭切到這個超廣角的話，其實它是會有一段明顯的變暗的感覺，這個還蠻顯著。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歡錄影的話，這個部分會有差異這樣子。然後最後就是雙鏡頭錄影啦，這是 Vivo 新增的這個功能，不過它藏的是比較深一點，它藏在那個舞台模式底下，然後你要點上面那個圖樣之後呢，才可以開啟這個功能啊。那你可以在這所有的鏡頭中呢，任選2顆做使用，它有這種大小圖的模式，也有這個上下的模式。那重點是它這次的雙鏡頭錄影是可以保存2段的影片，就是你可以分開獨立的2段影片，不會是合在一起的。那你可以再自己靠後置去合成你想要的樣子。但這次它的大小圖的形式有點比較可惜的是，它的位置小圖的位置是沒办法做移動，就是固定在那裡，這個是稍微比較可惜的。就看之後他們有沒有辦法透過軟體更新改，就是解放這部分的自由度這樣子。然後最後就是一些拍照的小部分啦。那首先我第一個比較懷念的是相機控制，沒有想到我會講這個，因為我之前是覺得相機控制是一個很雞肋的功能，但其實實際用久之後呢，這樣按2下去開啟相機，其實是一個蠻快速的方法。雖然說我自己還是更習慣用電源鍵去開啟啊，不過如果是這邊有個按鈕可以開啟的話，其實也是可以接受的這樣子。雖然說它這次有新增這個快捷按鈕，不過基本上用這個去開還是沒有這麼順，因為你的手，我是右撇子，所以這樣子往上按到，然後它再往下爬下來，就會覺得好像不是這麼的順暢的這種感覺。然後再來就是這次的這個背面的質地是真的蠻有趣的，就是摸起來有一種蠻舒壓那種，有點像毛絲絨那種感覺在，這是真的蠻特別。之前是比較沒有摸到這感覺，然後現在手機拿到手之後，偶爾3不5時就會摸一下，這真的是蠻不錯的。然後再來就是最後就是它這個熒幕的黑邊是真的是蠻窄，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熒幕，1.1mm 的極致黑邊啊，這個真的是表現的還是蠻不錯，必須誇獎一下。然後最後就是這一次的 Origin OS 6現在已經有國際版可以去做使用，但裡面更詳細的系統的部分啊，不論是可能原子島的實測，或者是它跟 Gemini 整合的感覺，或者是它在跟 iPhone 做一碰傳啊，或者是其他的生態的部分的話，可能就等之後台灣版上市之後呢，我再來做一個詳細的長時間的使用心得。那這一次我比較想要講的就是這個攝影的部分，以及一些我這幾天比較有感的這個想法。那不知道這些資訊對於你而言有沒有用？那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問的，或者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幫我補充，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討論啊。那這差不多就是今天影片啦。今天這個拍攝的地方是比較特別啊，因為我現在人在上海，所以就是找了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拍攝。那看一下今天的感覺是如何。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記得幫我這部影片點讚和熱推一下這部影片啊。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悄悄，拜拜。